当时我的陪诊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我主业的收入了，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要辞职，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一方面的话呢，时间也是比较自由吧，我们自己接单，自己去陪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一个人来完成的，工作也都是我们自己来安排的。那么凯旋啊，你做陪诊师有多久了？我现在做了2年的时间了。听讲你之前是兼职做陪诊师的。对，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嘛，当时是做销售主管，然后带8到10个人左右。当时呢，我自己一边上班一边兼职做陪诊师。哦，你之前做销售的，那不是收入很好吗？当时1个月2万多嘞，因为我也是92年的嘛，当时我就在想，我35岁的时候也会遇到中年危机。当时想的是上有老下有小，万一到时候失业了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做销售的话，其实也不稳定嘛。对。所以呢，就想着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陪诊师。那你是怎么接触到陪诊师的呢？这个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自己之前去华山医院，然后去看我的皮肤，看痘痘。当时呢，经常长青春痘，然后呢，过了2周吧，我这个痘痘竟然好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经历就是分享在了网上，结果呢就有好多人找我，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就有几个客户了，他们就是想来找我代配药，然后呢我就是开始安排我自己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说我自己定自己的一个价格。当时的话我定的是服务费是100块钱，就是排队费，就等于帮他们配药。是的，那就相当于我们陪诊师的出行吧。过了2天，就是抖音呢就给我推送了相关的视频，然后我一看原来这是叫陪诊师，我就看到原来陪诊师他不光光是有代配药，他还有陪诊，还有这个比如代取报告呀、代约检查呀等等的项目。接下来的话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其他的项目，我就发现我的收入慢慢增多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当时我的陪诊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我主业的收入了，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要辞职，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那么做到现在你怎么样的做的？做到现在我做的还挺好的。一方面的话呢，这个时间也是比较自由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也在就是有一些学员，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嘛，想一起把这件事情给它做起来。哦，你现在还代课了是吧？带徒弟了？对，我现在自己的话也陪诊，然后的话有一些学员的话呢，他们想学习陪诊师的，我也会教他们。那比如说你现在每天做陪诊师的话，要花多少时间呢？工作时间我们基本上早上9点钟到12点钟，然后下午的话基本上是1点半到4点钟就结束了。像基本上医生下班，我们也就下班了。就急诊不做的是吧？急诊很少很少。那么这个工作的自由，你觉得是在什么方面的？因为这个陪诊师它更像是一个创业，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话是获客的，然后我们自己接单，自己去陪诊，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说呢，就是时间的话，包括平时工作也都是我们自己来安排的。那么像你一天大概要接待多少个客人呢？给他们看病？一般的话，我们比如说像陪诊的话，我们一般就是2到3个就够了。一天2到3个。对，像跑腿代办的话，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做了8单。跑腿代办和陪诊有什么区别呢？像陪诊的话，就是我们是有真实客户，然后我们是陪着他完成整个流程的。流程能简单讲一下吗？我们是从这个挂号，然后呢到取号，包括签到呀、排队呀，然后带他们去看诊，包括最后取药、开单子，带他们去做检查，然后最后把他们送走。这一整个流程呢都是我们来完成的，他其实只需要看诊就可以了。跑腿代办呢，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些项目，你比如说像代配药、代取片子，还有就是代约检查，还有送一些资料之类的。那一般性陪诊的话，这个什么年龄段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多一点？我们最大的一类人群是异地就医人群，就是他从外省然后来到上海这边，他对这边人生地不熟的嘛，需要我们。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老人，像老人的话呢，一般都是他子女上班没有时间来陪着他，一般都是子女来购买陪诊的服务。然后老人的话，我们一般都说我们是他女儿的朋友。那么你们一般怎么获客的呢？我们现在呢有多种获客方式，现在主要的话呢是通过线上，比如说像那个抖音直播来获客，某手还有像某书这些线上平台。第二块呢是属于我们的线下，线下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比如说自己的话呢有一些复购或者是老客户的一些介绍，然后来去获客的。那整体的话，现在这个收入应该是比之前做销售主管什么的要高很多了。对，现在呢收入远远大于我之前主业收入，而且呢现在我觉得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而且我也挺喜欢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真的挺好的。